快快来，怎么样？啊，好点没有？把这个药喝了，快！来，把药喝了，快喝了吧！快把这药喝了，坚持一下。把这喝了就能好了。拿药来。来，药喝了就能。来，再喝点。解毒药不够，还有那么多中毒者没有医治呢，这可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如果能找到商路，捣碎成汁，也可以用来解毒。那可也是有毒之物啊！没错，难道陈先生没听说过以毒攻毒之法吗？这便是了。没想到赵夫人还精通医药，晚辈真是佩服。您知道吗？我娘她也懂草药的，你们真像。想必你娘她一定比我更优秀。这种毒粉，连李大夫他都没有见过，想必很少见。赵夫人原先是学医的？不，我随丈夫去过很多地方，加之连年战火，他的部下也经常生病。部队里的医生很会用药，耳濡目染，我自然就知道了很多药材的知识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回真是多亏了有赵夫人在场，不然我等那可就麻烦了。能为你们做点事情是我的荣幸。李大夫，张记茶行那些受毒的茶客，也麻烦你把他们都医治了吧。张家和你们陈家可是势不两立的对头，您就不怕惹来什么麻烦？我跟张逸轩是一辈子的冤家，还怕什么麻烦？但此事明显不是他们张家人所为，所有茶客症状都一样，这说明两家茶内的毒药是同一伙人下的。这些人才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的计划失败了，张家和陈家并没有因为投毒的事件争斗起来。你既然已经取得他的信任，要抓紧时间给我拿到制茶秘籍，我们不能无休止的耗下去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老爷，老爷，茶种都打到机器里了，但时间太短，这么短时间内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茶叶呀。没关系，机器操作和手工操作同时进行，就算加班加点也要生产出来。啊，是。老爷，茶叶基地的人手不够，而且路途遥远，采下来的茶叶根本不能第一时间送到茶厂，还有外面气温太低，对茶种的保温设备跟不上。不要跟我说这些理由，就是下刀子，要把它运过来，加派人手，动用所有的马队，我们就是再苦再累，也不能让茶客有损失。老爷，我算了一笔账，这次投毒下药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可不小啊，再加上您让我们补偿给那些中毒的茶客送去的茶品，加起来总共不下3万，我们这一季度损失大了去了。我早就说过，生意亏损是小，信誉为大。做生意和做人一样，要顶天立地，问心无愧。是。哎，快点啊，快点！各位茶工都加把劲儿啊！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把所有赔偿茶客的茶叶送到他们手中啊！都干起来，都干起来，加把劲儿啊！哎，快点！进来！你们快点！哎，对，快点！真没想到让陈家那个小兔崽子把咱们给骗了。爹，就这么算了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陈家救了所有茶客的性命，人气是不断的攀升，威信是越来越高了。是啊，所以咱们得接着整治他们，不能让陈家太猖狂了。当然要整治，这件事也许就是个机会，我可以把给陈家下的套提早收网了。真的？您快跟我说说，你给陈家下了什么套啊？该让你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让你知道。爹，您到底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呀？您是不信任我还是怎么的？还有啊，我师姑到底什么时候死的？怎么死的？有段日子了，
李县长利用他和县佐大人的死，威胁陈家，想得到陈家制茶的秘籍，但是没有得逞。以后你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啊！你师姑的死跟陈家没有直接关系。难怪您说陈家失去人丁，顾不上其他，没想到竟然是我师姑啊！可我连见都没来得及见她一面啊！我和陈家的争斗是一辈子的事，是永远的敌人。但是这个投毒的人，却是我们两家的敌人。不把他救出来，我们两家谁都不会安生啊！爹，您不说我差点给忘了。您说会是谁在咱们张记茶行和他们陈记茶行里投毒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让我们内讧，斗得头破血流，他从中得利。谁呀？谁从中得利啊？想想那些夜闯咱们宅子的人吧。倭寇？那我更想不明白了，他们能得什么利啊？管他想得什么利呢？他不来，我就和陈家斗；他来了，我就跟他斗。对，跟倭寇斗，斗死这帮矮矬子！下次再敢来，我砍死他们！哎呀，行了，赶快叫花玲去做饭吧。花妹不在家。不在家，上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？我不是一直跟着您呢吗？你呀，以后少让她随便往外跑啊！本以为有个女人可以不用做饭了，这倒好，还得我自己去做，真是扯淡。好啊！今天大家表现的都不错，不但平息了歹人投毒之事，并且还救活了所有中毒的茶客，还让张家颜面扫地，值得庆贺。多亏了义儿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这些女流定是拦不住张家的。我也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情而已，都是爹和娘处理事情果断，迅速控制住了局面，没有往更坏的方向发展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我还有喜事要告诉大家啊。这一是我此次去省城啊，跟祝司令谈得非常投机，很荣幸得到了他的青睐。祝司令当场就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了议政。下月初8，就是议政他们完婚的日子。老爷，这是真的？夫人，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情来说笑吗？太好了，菩萨保佑，这可是门好姻缘呀！我这2天还在为义儿的婚事发愁呢，本以为和县佐义女的亲事该有眉目了，没想出了金妹的事情，弄得花玲跑到了张家，我还来气呢。这倒好，反而是因祸得福了，竟然娶了祝司令的千金，真是太意外了。大娘，小弟也是跟祝大小姐有缘，刚到省城，2人就私下结识了，可以说是一见钟情，两情相悦，是不是啊，小弟？你还不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艳遇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好了，别再问了。这种事情，义儿怎么好意思跟大家说呢？老爷，你只说了其一，还有什么好事啊？还有一件，就是我在省城找到了生意上的合作者，我已经把他带到府上，而且因为返程路途过于遥远，他近日还要参观我们的茶行和茶叶基地，要在我们这里住上一段日子。那他在哪儿啊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我是怕他会惊扰你们，所以就把他安排在房间休息了。
我想事先给你们通个气儿。老爷，您的合作伙伴怎么又会惊扰我们呢？快把他请进来吧，这多不礼貌啊！赵夫人，方便的话，就请到堂内来说话吧。怎么，老爷，您的合作者是个女的？对，她是一位南京来的夫人。所有的人在这一刻都陷入到了惊恐之中。其实他们早就怀疑金子和是诈死，而他的出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陈府的人谁都不愿意首先揭露对方的身份，随后的日子都在察言观色，彼此试探，静观其变。华良，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老是偷偷摸摸的？嘘，小点声，别让我爹听见了。怕什么？我又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要小点声？你不怕我怕？我爹不让我晚上过来找你说话。那你就应该听他的话呀。干嘛过来？我还不是为你好吗？我爹看你白天不在家，他都生气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还能干什么去啊？你们都出门去了，我闲得无聊就出去走走呗。他找我有事儿啊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睡了没有。要是你没睡的话，我问的是你爹，他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啊？他就更没什么事儿了。家里不是没人做饭了吗？我想问问，我没来你家之前，你们父子二人是整天饿肚子呢，还是花银票雇人给你们做饭呢？哪儿啊！我爹是个多节省的人啊，任何时候都算计到家了。他能舍得雇人？别说这个了，就连我平时买任何东西，他都会给我记账。也不知道攒那么多银票干什么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原来你爹不是在给你讨老婆，是在给这个家找丫鬟。也不能这么说。其实我爹这个人啊，表面上硬朗得很，其实心里特别软。他是一心为我好啊。我娘死得早，从我有印象的时候，就一直是我爹带着我。华玲，你知道吗？如今我师姑也走了，我爹他真的不容易。华玲，没想到议政也能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你说他才走了几天呀，就变心了？要是以后真搬到省城去，那还不3天2头的把狐狸精往家里领啊？这谁受得了？娘，别再说了，
一萌，你别太担心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俩已经有了肌肤之亲。你是议政的第一个女人，我估摸着，让老爷退亲不可能。那祝司令家里势力很大，咱也惹不起他。不过，我要是跟老爷把这件事说清楚，一萌，恐怕就得委屈你一下。要是给他做小，我看这事也不是不可能。娘，我真的不想再说这件事了，好吗？我就知道你们俩这事不会有好结果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居然来得这么快。行了，我不说这个了，说了你也不爱听。哎，对了，你说那个赵夫人长得怎么那么像二姐？要是把头发和衣服全换了，那活脱脱就是二姐的模样。哎，老爷也挺奇怪的啊，居然还把她领进了家门。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大太太看见她的模样，哇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总算是替我出了口恶气呀。这个赵夫人，你说她……行了，你就别多想了。人这一辈子长着呢，要经历的事也多。一萌啊，你要学会认命啊！不早了，快歇着吧。发如雪，鬓如霜，前尘往事恩怨成笑谈，泪两行，梦一场，青灯伴我凝眉月上弦。老爷您放心，大太太没有大碍，只是情绪突然大悲大喜，一时气闷，产生了昏厥，休息一晚就应该没事了。好，没事就好。是这样啊，来的那位赵夫人，刚才说是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可能是白天累着了，你去给她看看。是老爷。好。爹，娘看见赵夫人的反应，你也看见了。让赵夫人住在咱们家不太合适吧？而且还是住在二姨娘的房间。那你说让她住哪儿？这里又不是省城，也没有什么高级客栈。人家为我们陈家帮了那么大的忙，难道你要让她连夜赶回省城不可？我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包括其他人。都会说我这件事办得过于欠妥，而且都觉得他和你二姨娘过于相像，心里不踏实，怕惹出什么是非，对吗？爹这么做自然有您的道理，我不便多嘴。可您说的对，我就是心里不踏实。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吧。我怀疑他的真实身份。什么意思？准确的说，是他身边的那两个人，尤其是那个阿志。您想想，按照赵夫人所说的，他的家庭背景、生活环境，他身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我不是说他的相貌丑陋，我是说他的行为举止不像是一个跟在政府身边的随从，倒像是一个市井无赖。赵夫人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人跟在他身边呢？除非是什么？是他临时找人来帮衬自己，以凸显他显赫的身份，而来接近我们陈家的人。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告诉我配药方法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很容易暴露你自己？
我不告诉你，你会知道吗？那种毒药很少有人知道。如果我不告诉你，那些无辜的人在几个时辰之后，也许会死去的。师父曾经教过我们，救死扶伤，不管他是什么人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？这样很容易暴露你自己的身份，而且你的谎言编造的并不缜密。我想提醒你，陈家二少爷可不是省油的灯。你别看他年纪小，但做事沉稳。他所展现出来的才智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符。他对你的出现始终保持着警惕，你要小心他。你发现什么了吗？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并不相信你的身份。是啊，他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只可惜我的吉儿不争气，各方面跟义正比起来都差了那么一点儿。不过我能听到吉儿再次叫我一声娘，我真的是开心极了。命运真是捉弄人呢，偏偏让我生活在两个世仇的深宅里。我多赵夫人，您放心，只是旅途疲惫，身子虚弱罢了，休息几日就没事了。我很像你们太太，对吗？有多像？像极了。太太对你们可好？不是对我们好，是对小静好。赵夫人，你真的很像她。很高兴能认识你，小静，回去休息吧。照你这么说，赵夫人的身份是假的，你怀疑她是个骗子。那她盘购商铺的银票是真的吧？她身上穿的、戴的，她所用的车子是真的吧？我们在省城找了她这么久，都没有见着她的人影。最后一天了，也是巧合才与她相遇。她连我们的身份、所做的事情、人际关系一概都不知。她怎么骗我们？她又能怎么骗我们呢？这个我暂时没有办法解释，但是我就是有一种顾虑。怡儿啊，你的警惕性很高，而且善于观察和思考，这都很好。但凡事不要过于敏感，不然会对他人和自己带来伤害的。行，我记下了。那爹，您是真的打算和他合作，利润分红？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考虑好，一切都要等到他对我们的茶叶基地和茶行考察以后再做决定吧。行。爹，我还有件事情想和您说。什么事啊？我跟那个祝大小姐真的没有感情基础。其实我心里……我说怡儿，怡儿啊，你应该知道这桩婚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，难道还让爹和你多费口舌吗？这门婚事是绝不容更改的，这一点你很清楚。可是我已经够了，我不想再提这件事，更不想再听到你提这件事。啊，对了，爹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在省城看见孙雅了。啊？她在干什么？只说在省城读书，也没说靠什么生活。他还是不想回家。他的心里充满了对咱们家的仇恨。我知道了。行了，
天不早了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吧。哎，是我知道你没睡，也知道你心里头一定是在恨我，可是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跟你说清楚，不管多晚，我都会在老地方等你。你要是不来，我就去跟爹说，我明天就去跟爹说，我不结这个婚了。不喝了，你下去吧。太像了，金梅，你是阴魂不散的。我的好大姐，你可不能一手遮天呐！吉正和义正都是老爷的骨肉，这陈家乾陵茶18代传人，不是你想让谁当谁就能当的。听金妹这口气，是想让你的吉正当了。大姐不是一直也想让义正坐上这个位置吗？看来金妹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和我争个高低呀。行了，大姐，我金妹做事不是一个爱藏着掖着的人，好话歹话都爱摆在明面上。我知道，自从我进了陈家的门，你就看我不顺眼，因为我是药王的徒弟，和你们陈家有过节。所以你怕我会报复你们陈家，就处处与我为难，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，生怕我会偷了你们陈家的东西，不是这样吗？怎么，你不是吗？是，我就是想让我的吉儿当上乾陵茶的传人，怎么这不可以吗？还有，我凡事都不想输给你，就算是死了，我也会在下面等着你，和你一较高下。该来的总是要来的，义儿啊，你可要争气呀！今后陈家就全靠你了。只要你能当上陈家的传人，将乾陵茶发扬光大，娘就是受再大的委屈都值了。一萌，什么都别再说了。一萌的身份，也许根本就配不上二少爷。别说这样的气话。我跟你说了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但是二少爷成亲之事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那是在祝司令的强迫重压之下被迫答应的。当时那种情况，他没有给我们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你知道那个人是一介武夫，行事鲁莽又实权在握。如果不答应的话，他会做出草菅人命的事情，对我们陈家没有任何的好处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你与祝小姐的艳遇，也属迫不得已吗？大哥说的话你也能信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他是故意说给你听的。你能不能理智一点，听我说。永远那么理智，就永远没有爱情。
我天天在等着你，盼着你。你拉着我的手，让我等你回来的那一刻，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。可是我等回来的，竟然是你与别人成亲的消息。我就说嘛，我应该早一点去跟爹说清楚，就是你拦着我不让我去说。那是因为一萌不想拖你的后腿。我希望你能成为陈家的传人。我根本不在乎当这个传人，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够了。哪怕我一无所有，哪怕我失去一切，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够了。对不起，我太孩子气了。你是那么优秀，又有哪户人家不愿意把千金嫁给你呢？爱是付出，不是索取。都怪我太自私了。只要我每天都能够见到你，见到你快乐的生活，我就知足了。没有你，我怎么能够快乐呢？给我点时间，我来想办法。我一定让爹娘答应我，我一定要娶你进家门，哪怕是我死了。别再这么说了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这就足够了。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撑起这片天，陈家绝不能没有你这样的传人。乾陵茶要靠你去发扬光大。如果你爱我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一萌，我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是一棵大树，树干就长在你的心里，这样我就能牢牢抓住你，永远都不让你离开我。我也能够永远的保护你，永远的。我无法保证，无法向你承诺什么，但是我会做到。如果有一天你有饥饿的感觉，那时你定会看到我已经含着笑饿死在你的怀抱中。可是他脾气不好，可是不好惹呢。脾气好不好，在于谁来调教。我想通过交谈，非他莫属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看来他得好好斟酌一下。你说，有没有一个人最害怕失去你，而得了没有安全感的病？你说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？你是他的天晴，小心翼翼，对他好到骨子里。
你说，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为什么不能够是你？进来。大少爷，给您泡泡脚吧。我想你，想得不能自拔，控制不住的想你。嫁给我吧，我会对你好的，我会好好的疼你。如果有一天大少爷要娶你做姨太，你愿意吗？大少爷，严家。不要，大少爷！不要，大少爷！严家，我想你，我想你。哼，混账！你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！爹，您若是不答应，孩儿就不起来。哟，齐正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么跪着不起，不是在逼老爷吗？快起来吧！木已成舟，我就是想求爹给小静一个名分。这件事是小静要你提的，还是你自己的主意？爹，孩儿难道就这么没主见吗？实在是我娘早就想把小静许配给我，孩儿昨晚一时把握不住，才做了糊涂之事。好了，吉儿，你别孩子气了。陈家少奶奶的名分其实可以随便给的，况且你娘也没有公开说过，她就凭一支银钗就想让你爹点这个头。齐正，老爷不是为小静生气，老爷是因为你才生的气。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懂事了，做事为什么这么任性莽撞呢？哎呦，怎么能碰一个丫鬟呢？你说让别人知道了，这老爷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行了，别把话说得那么含蓄，还脸面呢？我还哪有什么脸面？我的脸面早就被撕下来扔到墙外去了。你看看你多有本事啊！啊，刚一回来就对一蒙无礼，现在又干出这种事情。你要是把持不住自己，就赶紧娶一个正经女人回来，别整天净干这种龌龊的事情。请老爷和太太不要怪罪大少爷，都是小静不好。小静，这不干你的事。老爷，小静不敢痴心妄想，得到少奶奶的名分。既已如此，小静只想留在大少爷身边，请老爷太太不要怪罪大少爷了。快起来吧！你能这么识大体，陈家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小静还愣着干嘛？快扶大少爷起来呀！还听不出来呀？老爷会好好考虑的。老爷，小静真的不求什么名分，我只要能留在陈家做事就很知足了。即便大少爷和你们都去了省城，小静也不会硬要跟着去的。什么省城啊？谁跟你说我们不带你去省城了？没人说过，可是我知道名单里没有我们下人，所以就想请老爷把小静留下。名单？什么名单？我知道名单里没有我们下人，所以就想请老爷把小静留下。名单？什么名单？
告诉我，什么名单？大姐，你快劝劝老爷吧，别让老爷发这么大火，气大伤身。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，有什么话都给我说出来。好了，就不要在这傻跪着了，回头再跪出点毛病来。都回屋去吧。这件事情，老爷自有分寸。景之。好了，现在也没外人了，说吧，名单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嗨，要我说啊，其实也没什么。那名单无非就是想分离老爷喜欢的人，是吧，大姐？二妹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可不能带有感情色彩啊！哟，说到色彩，我倒是看出来了，这是黑了心肠的人弄出的黑名单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老爷不再是说一个理，老爷回来了就开始搬弄是非了。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？老爷在家的时候我是偏房，老爷不在家的时候也轮不着我说话。人家高兴了能容我，不高兴了还不知道怎么安排我呢。哼，谁敢安排你啊？是谁说了，只要能让一萌去省城，自己宁愿留下来的话？我是说过，如果老爷真放心，让我一个人在家生孩子，我没二话。哼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都扯到生孩子上去了。老爷现在是整天忙得连个睡觉的功夫都腾不出来，真不知道你那孩子打哪儿蹦出来的。是啊，老爷可忙了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些自己的时间，愣是被某些人千方百计的硬拉进自己的房间去了。这什么事儿也干不成，老爷又不喜欢听笑话，装什么说书的？你胡说什么你？听听，听听你们说的话，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。你们还知不知道廉耻二字啊？我莫不如给你们摆个场子，敲锣打鼓的，让四里八乡的人都过来看热闹，看看你们两个像不像两只斗鸡？哎，我不是皇上，你们也不是宫里的妃子，不要整天争风吃醋、阴阳怪气的，还搞什么名单，谁留谁不留的，都是吃饱了撑的。就你们这副样子，跑到省城能去干什么？这要是有了枪，还不要了我的老命啊！要我说，谁也别去了，都给我老老实实待在钱家观。我宁可一个人来回跑死，也不愿意出去丢这个人。哼！夫人，你看，从这里往前，右边半条街都是我们陈家的产业。到了后街呢，铺面最多的就是张记茶行了。好了，够了。这些年来啊，在这条街上能与我们陈记茶行竞争的，也就只有他们了。陈公子并不信任我，对吗？不是吗？我信不信任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爹信任你就行了。陈公子是一个坦荡的年轻人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怀疑我什么？我怀疑你什么呢？我没有怀疑夫人，还希望夫人能消除这种顾虑。我说了，你是一个坦荡的人，能够化解我疑虑的也正是你。我希望我们彼此是坦诚的，因为我能感觉到，你父亲更想把陈家大业交到你手里。相信不久之后，我们之间的生意往来会多于我和你父亲。所以，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存在什么不愉快或者是疑虑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。
只要是我爹说的，我都会听，不会有丝毫懈怠。陈公子所答非所问，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到底怀疑我什么？陈家的基地和茶厂我都带您看过，可是您的产业我却一无所知。我怀疑赵夫人的实力。臭小子，可算让我碰上你了！嘿，胆子可够大的，居然拿县公署来吓唬我们！怎么着？来，看看吧，看看。现在就剩咱们俩了，这不错啊，是不是该好好算算账了？怎么就我们2个人呢？师兄的脾气能不能改一改？你想找我算账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可是你没看见我正在陪客人吗？你也就这点本事，就会拿一个女人当挡箭牌。他谁啊？他是我们陈家日后要合作的人，赵香凝，赵夫人。鬼啊！鬼啊！鬼啊！有鬼啊！看来你们这位陈家二太太真的名气很大，这么多人都认识她。你怎么知道她认为你是我二姨娘？没吓着你吧？赵夫人，请。鬼！爹有鬼啊！爹！什么鬼？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啊？爹，我刚才在街上撞上师姑了。你不是说她死了吗？怎么又出来了？那不是见鬼了吗？我看你才是鬼呢。看来是到了跟你说清楚的时候了。坐。看什么看？哪儿来的鬼呀？你师姑是诈死，这件事情陈家并不知情。这次他换了个身份，重新进入陈家，就是想把陈家的制茶秘籍弄到手，知道了吗？爹，您说的都是鬼话吧？你冷静点行吗？我说的你听清楚没有啊？听清了。秘籍，换身份，诈死。哎，爹，你能告诉我您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吗？我不怕。哎呀，你瞧你这点出息啊！不过你一定要给我记住，以后在陈家人面前和你师姑面前，千万不能露了马脚。你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，不然会给你师姑带来很大麻烦的，懂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是你不认识这个赵夫人。是，我不认识什么赵夫人，不认识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爹呀！你是谁？我是你爹啊！你说什么呢你？你怎么就成了我爹了？啊，你是我爹？我看你才像个鬼呢！这个点胆子，你说你，行了，快进屋醒醒去吧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这是我儿子吗？你说？大少爷，喝茶。小静，你对我娘那么忠心，对我和尊雅也一直照顾有加。这事儿都怪我一时冲动，不过你放心，
我陈吉正一定会补偿给你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回头我跟我爹说一声，将陈宅后面那座空闲的宅子赏赐给你，算是我的一点补偿。大少爷，我不要什么宅子。小静从小就没有爹娘，无依无靠，也没想过能当大少爷的太太。我只要这辈子能伺候大少爷就很知足了。你不会不管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只要你愿意，可以给我做小。我愿意。大少爷，你昨晚喊出那个叫燕佳的女人，她该不会就是你要明媒正娶的小姐吧？对，就是她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完婚？小静，你告诉我实话，我娘真的说过要把你许配给我的话吗？大少爷，千真万确，这话小静可不敢胡编乱造。二太太还说，大少爷见到这枚银钗就会明白一切的。那你说这枚银钗会在哪儿呢？小静也没有看见，我都交给您了，难道大少爷您没有收好吗？交给我，我没什么印象吗？那要不小静帮大少爷找找看？不用了。有他没他，其实也无所谓。反正我知道我娘的意思就可以了。小静，以后你就是我陈吉正的人了，任何时候，你都要听从我的安排。宅子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小静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。我说的是，你要给我盯紧这宅子里的每一个人，他们在说什么，做什么。你都要及时的告诉我，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盯紧我爹的动向。老爷？对，老爷。我要知道陈家有关制茶秘籍的一切线索。来，快点啊！来帮我。来，手把手来，使劲，好嘞，快点啊！好。二少爷，我发现你大哥很少出来走动，他是不是根本就不过问茶厂的事情？也不尽然，爹经常会让他去做别的事情。赵夫人，茶沏好了。请。你对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有何评价？他有能力吗？我大哥为人善良，持家勤俭，在外闯荡多年了，吃了不少苦，积累了很多经验。要论做事的能力，肯定比我这个当弟弟的强多了。那为什么你爹没有派他过来？每次都是让你来陪我考察茶厂呢？分工不同吧。在省城的时候，我爹不是一直让大哥陪着你，也没叫我去吗？而且我们茶行在省城的规划也都是由我大哥草拟的。你在外人面前总是把他说得那么优秀，一口一个大哥叫得非常自然。可是我发现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并没有像你说的那么融洽。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你这样亲昵地称呼他。从来？赵夫人是跟我大哥认识很久了吗？不然怎么会用“从来”一词？我一直觉得认识很久的人才会用“从来”这个词的。赵夫人，您说对吗？
哎呀，是不是我问的太唐突了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赵夫人别介意啊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你不用道歉，也请理解我提出这么多疑问，因为我输不起。我孤身一人在外做生意，万事都要小心谨慎。既然要合作，我就必须了解我的合伙人，了解他家里的每一个成员，了解他们的喜好。怎么，我喝茶的方式不对吗？挺对的，只是我觉得赵夫人跟我的二姨娘端茶的方式很像。那是因为你接触的女人太少了，等你接触多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有很多女人行为举止都是非常相似的。哦。什么？这也要我去啊？小点声，小点声啊！你放心吧，不会有危险的。真不会有危险吗？爹，您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。你瞧你这点出息啊！我又不是让你去送死。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办，陈家这次就完蛋了。那我要不要跟花玲打个招呼啊？您看，我这一出远门要走好几天呢。算了。那我不在您身边，您保重啊！您要注意身体，吃好喝好。出门的时候呢，您一定这么啰嗦呢。不过是让你走趟生意，你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，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建明老弟啊，万事俱备，就欠你这东风了。赵夫人去其他茶行了？他说他要把钱家观所有的茶行都了解一番，想要品尝所有的茶叶，还有就是不要我陪同，带着他的人一早就去了。不要你陪同，是不是你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，或者是做了什么事招他反感了？别忘了，我们陈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手中，这个时候万不能得罪他。可我却认为，人更应该把希望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不是去指望别人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哎，老爷，我得到消息，张家在整装马队，准备向西北进发，入滇去昭通，引进黑茶。什么？张逸轩要做普洱茶的生意，消息可靠？绝对可靠，而且县公署还增派了20多名警备队的人为张家一路护送。老爷，我也听说过这种茶，但不知这茶可有咱陈家的乾陵茶好。普洱茶是滇区独有的大叶种茶树所产的茶，历史悠久。与我们陈家的乾陵茶和其他的茶叶，它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此茶越陈越香。可惜连年战火，当地苛捐杂税盘剥，加之路途遥远，一路上地势险峻，所以很少能在其他地区见到。
如能大量引进，一定会迅速占领市场，获得极为可观的利润。头都事件发生后，我们陈家所有的茶行一款茶叶都没售出，更别说他张家的了。难怪他们会拼了老本走这招险棋。张逸轩做事缜密，他不会轻易动这一步。看来此事已经逼迫他另谋出路了。老爷，那我们呢？赵夫人把我们这里考察了一个遍，至今依然没有跟我们合作的意思，更别说将省城的商铺转让给我们了。既然张家能冒这个险，那我们陈家也不能坐以待毙。吴管家，你赶快召集人手，跟上张家的马队。老爷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将啊！再说路途遥远，您就不要冒这个险了，让我替您走这趟吧。也好。叶儿啊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应该出去历练历练了。这是我们陈家走的第一趟茶道，能否成功，这将决定着我们陈家的命运。这个重担，爹就交给你了。一路上要多听吴管家的话，万事不要贸然行动，要学会思考和判断。我明白，爹，我一定做好。爹，小弟年龄尚小，又没什么经验，怕是吃不了这种苦的，还是我去吧。不，今儿啊，你也不会闲着。赵夫人明天就回去了，你我要跟她一同返回省城。如果此次合作不成，那就动用祝司令这层关系，必须盘下商铺。是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出发吧。好。出发？去哪儿啊？去郊游啊。陈小姐，你可答应我好几天了，还一直没兑现呢。可是我的工作还没做完呢。哎，留着明天再做嘛。可今天的事情不好留到明天做吧？陈小姐，我让你到这儿来工作，可是费了很大的周折的。做人要讲信用，可不能翻脸不认人，过河拆桥。在这里做事情呢，就要学会分得出眉眼高低，学会识抬举。你别忘了，我能让你进来，也同样能让你出去。那是当然，尊雅分得出好歹。这样，我把这份文件送到贺总管那里，然后我们就出发，好吗？这就对了。我在楼下等你。好的，最多5分钟。等我。好。你想干什么？贺总管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每次看到我都板着个脸呢？尊雅做错什么事情，让你这么不愿意看见我？难道你不喜欢我了？你现在是大人物了，是赵主席眼中的红人儿，我怎么敢喜欢你呀？可别提那个老东西了，太没有品味了，整天就知道带我出去听戏，都快烦死了。相比之下，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。哼，你想和我在一起？你是不是在耍我呀？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点犯贱。
明明是你糟蹋了我的身子，按理说我该恨你才对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恨不起来。很多时候，还是很惦念你的。你还惦念着我？哼，我才不信呢！少跟我来这一套。爱信不信，但我相信你还是想要我的，对吗？我没有啊。还说没有呢？看你馋的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怎么，现在没有这个胆量了？你当初的那股狠劲儿哪儿去了？就真的不想再来一次吗？嗯？我干嘛啊？别勾引我呀！你真不想要我了吗？我可是想要你的。哎呀，这万一要让赵主席知道了，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他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对，咱们两个人不说，没人知道。等等，我去锁门去啊！哎呀，傻子！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把门锁上了。小狐狸精啊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啊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。混蛋！贺子健，你在干什么？我……哎呦，禽兽啊！赵主席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大人，我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在办公室做出这种事情！来人，在！大人，我不……这个衣冠禽兽，拖出去给我毙了！是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快点！我是冤枉的呀！大人，快点！他不是个好人的，他是勾引我的呀！快走！他是想害死我呀！啊，大人，快走！陈尊雅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，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我不会放过你！你不得好死啊！快走！尊雅，走吧你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没事啊，快点！大人，您都听见了吗？我好害怕呀！您可不要离开我呀！好了，放心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啊！别怕了啊！没事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一早。你有把握还能回来？试过才知道。我清楚陈建明的软肋，他是个念旧的人，会挽留我的。再有，我了解吉儿的秉性，也会好好利用他。10多年了，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陈家的治查秘籍。难道你真的不死心吗？我说过，我这次回去是为了我的孩子。是，为了他，你可以放弃一切，甚至可以放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的日子。
好了，不说了。你没遇到什么麻烦吧？还好，不过正像你说的那样，陈一正他很聪明，差一点就识破了我。要不要我对他采取什么措施？不，我只想保护我的孩子和拿到陈家的制茶秘籍，其他人我不想伤害。我怕他们会伤害到你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对了，你这边有什么新的线索吗？没有。啊，不过你的丫鬟小静，最近好像有点反常。小静。小静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挺有手段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了？你没怎么，只不过以后这种粗活啊，还是让我来做。再过阵子，我就该称呼你为少奶奶了吧？静之，你可别瞎说。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是吗？恐怕不是你没想到，而是你早就设计好的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就设计好了？不是吗？以前天擦黑你就会给大少爷端去洗脚水的，可是那天都那么晚了，你换了睡袄以后才给他端去洗脚水，是何用意啊？静之，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先是勾引大少爷上你的身子，再拿二太太的话来牵住他的心，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开手脚了。你可真是不简单呐！二太太确实跟我说过要把我许配给大少爷的话，这个我没必要骗你。至于大少爷为什么突然对我做出那种事，我也不想跟你解释。是不想跟我解释，还是不想跟大少爷解释？你说什么？别以为你三言两语就能唬住我。说什么大太太的银钗贵重，让我偷出来，怕是你手中的银钗也很贵重吧？没关系，你若不想说，我也不会多问。最多是大少爷再找银钗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银钗在你小静的手里，不过是你不想给他罢了。等等，没想到你居然偷听我们的谈话。说吧，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你知道的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带您来这里，因为这里给我留下太多的不愉快。您看那上面，小时候我和义正总在上面玩耍，可是爹每次总会打我，而不说义正。陈大公子怎么有空闲了？这几日不是都是你弟弟陈一正陪我吗？他出远门了，我爹让他率领马队入滇进茶去了。你好像对这件事不是很满意。是，我爹就是偏心，什么立功的事情都会交给他去做。在他的眼里，我这个小弟什么事都比我强，我就是不服气。换个方式想问题，也许你心里会舒服一些。换个方式，赵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也许你爹知道此行困难重重，会遇到很多危险，正是怕你受到伤害，才将你留在家中的。这不反倒说明他更看重的人是你吗？尽管我知道我爹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，但这话从您的口中说出来，我心里真的很舒服。不瞒您说，自从夫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就打心眼里认为您就是我娘。每次看到您，我都会觉得非常的亲切。你是不是很久都没见过你娘了，对吗？对，我离开家已经好多年了，每天都非常想我娘。可是这次回来，我却发现她已经……你很爱你娘，对吗？当然，我娘是我这辈子最为亲近的人。可惜，我却再也见不到她了。不要这样说，她在你心里，你也在她心里。我相信，她和你一样，无论人在哪里，她的心始终会和你在一起。哎，你们几个，动作快点，麻利点啊！知道了，大少爷。哎，放心吧，都慢点。好嘞，快点啊！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我多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，孤单的时候可以和他一起说说话，就不会寂寞了。那您就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夫君吗？要不晚辈再给您物色一个吧，不知道夫人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气质儒雅的，身份高贵的，还是浑身散发着阳刚之气的呢？按你这个标准，我好像觉得你爹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扶住，扶住！慢点！哎！哎呀，大小姐！哎呀，大小姐没事吧？啊！哎呀，摔疼了吗？啊！摔死我了！哎呀，快！你怎么回事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？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也太莽撞了吧！我莽撞？你开车门前不应该先看看安不安全吗？哼，笑话！车都停下来了，还要注意什么安全？你是第一次坐车吗？即便车停下了，也应该很小心啊，不然开门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。还危险？你坐过车吗？说的一套一套的。嘿，你别狗眼看人低，我们家的车全都停着，大小姐都不愿意坐。切！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谁是狗啊？我看你才是一条仗势欺人的狗。你说什么？你敢骂我？你吵死你！小斌子，不得无礼。这位小姐，我为她刚才的出言不逊向你道歉。但小姐想必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撞到了人，如果连声道歉都没有的话，也未免太过失礼了吧？好，我向你道歉。没把你撞得头昏眼花，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吧？
谁会记住那情言？往事如烟，也许不如愿。谁是画中翩翩少年？发如雪，鬓如霜，前尘往事，恩怨成笑谈。泪两行，梦一场，青灯伴我凝眉月上弦。有多少悲欢离合奈何天，有多少爱恨缠绵在心间，让时光背叛我们画不了的圆。有多少轰轰烈烈的誓言，有多少梦醒时分的走远。深夜散尽的世界，只有平凡